大家好，我是李灿，欢迎收看 Easy Mandarin 中文播客。今天和大家聊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啊，因为我上期聊这个听力啊，有同学在底下留言说，能不能聊一聊口语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力技巧，而且说实话，中文嘛，你毕竟最终还是要说出口的。你要耳朵能听懂，对不对？能按照我上期这个方法学来，最终你必须诉诸于口，必须说出来才对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咱们聊一聊如何学会说流利的中文，好听的中文。其实关于这个问题，因为我有多年这个经验的累积啊，以及一些研究等等，最近呢我又报了一个中文演播的课程，让我突然之间有点茅塞顿开的感觉。就我发现了中文怎么才能说得很好听啊。其实大家应该也知道，就是不可能所有中国人说中文都特别好听，对不对？不可能所有中国人说中文都特别悦耳动听，让人听得特别舒服。那么如何做到呢？而且你可能在一些地方也见过一些国外的朋友，中文学习者，他中文为什么说出来这么好听呢？有些人觉得说可能是因为他说北方口音的缘故，比如说这个老马说了一口标准的地道的京腔，对不对？我北京呢，对，就这种感觉。但是这真的是最重要的原因吗？其实我觉得在中国整体而言，确实北方人普通话比南方人普通话说得更好，这有两点原因。首先嘛，毕竟这个普通话是以北方的这个方言为基础，对不对？河北的那个地方它也算一个方言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其实第二点我觉得更为重要，重要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北方人说话他个口腔的状态和南方人是不一样的。南方人发音整体是靠前的，北方人是靠后的，所以你会听到很多北方人说话整体这个会更浑厚一些，它的发声部位是有些不一样的。这个其实也是我在学了演播课之后自己领悟出来的。所以我就想把我演播课学习的这一套融入到我这个中文教学里头，然后教大家真正的学会如何去说流利的中文，同时是好听的中文。大家发现没有？其实你要纯粹说流利也不是那么的难，但是也不是很简单。但在流利的基础上，如何好听，反倒是挺重要这一步。所以呢，我就开发了这么一个课程。当然它其实不是录播课它是一个私教课。很多朋友之前都在这个私信里头问我，上不上1对1的私教课呀？我之前因为太忙了一直也没有去做这个事情现在呢，其实还挺忙的，但是我觉得我想实践一下，就是想把自己这一套理论真正的实践一下。我觉得有些理论只有真正的实践，它才能不断的优化。我想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，就是能真正的帮助到中文学习者的。而且我相信我这一套理论，这一套课程的设计，是你们在别的地方没有见过的，没有接触过的，不仅仅只是说和我聊聊天了而已。因为现在我们2种课程的形式，一种是这种录播课，大家就是看而已；另外一种就是老师带着这种私教课。其实我以前也总觉得很多东西我自己都可以自学呀，但是这一次通过上这个演播课，我发现很多东西完全靠自学还是特别难领悟，还是需要带一带。特别有一些基本功的方面是需要带一带的。我现在每天早上都做早功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锻炼自己怎么说话更好听，同时呢说话更标准、更流利、更畅快。现在我想把这一套结合到我的课程里头，帮助大家。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下，就是我这个课程到底有什么样的优点，以及什么样的特色，大家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。我这个课程其实分为2个部分，一个部分呢是课内的部分，一个部分其实是课外的部分，就是课后还能做些什么东西课内的话，我其实主要分为4个部分。我每节课大概是60分钟左右，我会分为4个部分。首先，前面2个部分是2个小小的部分，是做一些准备工作。为什么要做准备工作呢？很多人说，老师上课不就完了吗？但是我告诉你，首先有些准备工作对你而言，能更快的帮助你适应说中文那个状态。所以我把自己演播课里头2个东西拿出来了，放在这里。
真正是我花钱买来的学来的东西，在这里教给大家。第一个呢就是口部操。口部操是干什么呢？让自己这个口腔打开。有些人说话特别懒，说话懒的话，你的声音是不会特别好听的。所以我们现在锻炼口腔。中国这些搞声音研究的人总结了4个点，叫做提打挺松。什么意思呢？提呢就是提拳击，就这样，打牙关，挺上颚，松下巴，就这4点每天都要去做。你要是参加我的课程的话，我会把这些很细的部分讲给大家听啊，然后跟着我一起练一练，做一些准备工作。接下来第2点呢，就是会有这个4声歌。4声啊，我觉得应该是对很多，应该是绝大部分中文学习者都非常能攻克的一个点。其实这个点我觉得最有用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能让你形成肌肉记忆的方法。所以我这一个4声歌，就是里面有所有这些发音难点，你就跟着我这个4声歌练下来。就是1节课的时候我会带你练一下，但是呢在底下的时候我会给你这个文本以及音频，就是我读的音频，你可以每天都跟着我练一练，真正的让自己形成一种肌肉记忆。我给大家读一下，就稍微读一下啊。学好声韵辨4声，阴阳赏去要分明，部位方法须找准，开齐合撮数口型，酸唇斑豹必百波，抵舌当地斗点丁。就当然在这个课程里头我会相对再慢一点点，让你能跟上我的这个节奏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就是课程的主要部分，我会分2种形式，就是看你更喜欢哪种形式，你可以选择。一个就是这种话题的形式，另外就是这个故事的形式，就是我们现编故事，就那种戏剧教学法一样，就是随意找了一个东西，比如一根笔，我说一句你说一句，把这个故事一直往下编下去。对，话题的话我会更多集中在个人的日常的东西方面，因为我觉得其实输出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和你息息相关的东西。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掌握了非常多的词汇，但是不知道如何输出，对不对？输入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但是如果仅只有输入，你没有输出的话，你是永远不可能掌握真正的中文，永远不可能说得非常流利，说得非常好听的。这节课的最后呢，我会做一点点小结啊，就是把这一节课大概讲了什么东西，咱们捋一下，说一下啊。当然课后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，首先就是这个口部操啊，口部操我会专门拍一个视频发给大家，大家每天跟着练一练。还有这个4声歌会给这个文本啊，以及视频或者音频啊，看你喜欢什么样的啊。同时呢，还有一个福利，就是大家上课的时候，我提倡的就是用中国这个腾讯会议来上课。这个有一个国外的版本叫做 Zoom Meeting 啊，大家可以去下载，是一样的，是通用的。到时候呢，上课的时候我会录制下来，最后把这个视频上传到这个 YouTube 的后台，然后呢，我会给你一个专属的链接，只要你点进这个链接，你就能看到当天这个视频。就比如说这个星期你跟我上了1节课，在接下来的每一天，你都可以有机会去重复的去看那节课到底讲了哪些东西，有些东西你忘了，有些东西你想复习一下，或者你看一下我是怎么说的，或者您在回听自己说的时候，其实能更清楚的知道自己存在哪些问题。最后呢，我还会建立一个 Discord 群呢啊，就是建立一个中文交流学习的社区吧。我觉得这个社区这个东西非常非常有用。就这回我上这个演播课的话，我觉得能和一些同道中人，就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，想精进自己这个说话的演播的技巧，这么一些人，真的感觉能互相鼓劲儿打气，还有共同成长，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。所以到时候大家只要上我的课，我就会把你拉进这个群里头，你会认识很多我的学生，然后大家呢就共同交流学习啊。当然现在就是我才开始开这个课啊，这个人可能只慢慢累积，很多朋友可能已经蠢蠢欲动了，想要跟我上这个课，对不对？但是最关心的一点就是老师这个课程到底多少钱？这我觉得是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啊。这其实我也就咨询了一些中文老师啊，比如说茶叔、笨叔啊，笨叔咱们就不说了，他现在是$50、$80一节课啊，那是在金字塔顶尖的人物啊。茶叔的话是每节课$35，但是我想的就是我才开始开这节课，我想让利更多给同学们，
所以一开始的时候，我想给大家更多优惠，所以每节课$25，只要$25，你就能有这完整的一套东西，包括课内的、课后的，就是一些复习的东西都有了。只要你愿意跟着我一直这样学下来，你中文这个说话水平、流利程度以及发音的这个好听程度，肯定会有非常长足的进步，非常快速的进步。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。如果你想跟我上1对1的私教课，就可以点击这个描述栏里头这个链接啊，直接订课。